仅仅用2达高超音速导弹就能灭掉美国一个航母编队，咱们的这笔买卖做的那可是真划算。大家好，我是石涛。最近根据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国的科学家进行了多次的兵棋推演。那么在20次兵棋推演中解放军最多使用24枚高超声速导弹，就能够消灭掉一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可以说这个效费比是相当的高那么这一个结论呢，也作为论文呢是披露在了这个学术杂志上，也引起了这个海外的高度关注。那么实际上咱们要说这个高超声速武器是近10年以来世界武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奇葩。这个奇葩可不是贬义词这是一个我觉得是相当是带褒义性质的一个词。咱们都知道当年航空母舰的出现是彻底的终结了这个战列舰这种巨舰大炮主义把这个海战的霸主从战列舰的手中是抢夺了过来。而在这个2战之后的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航空母舰以及它的战斗群一直是作为世界上这个海上力量霸主的姿态是存在的。而在中国构建自己的区域拒止以反介入能力的过程中，我们发展了高超声速武器这一门独门的秘技也让它成为了我们的杀手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高超声速武器已经能够在我们的反航母作战中体现出非常非常高的效费比。不仅如此咱们呢还不仅仅是拥有一种高超声速武器目前咱们已经构建起了以这种双锥体滑翔弹头，以及这种成波体滑翔弹头，以及吸气式的这种弹头为整个体系的咱们一整套的高超声速的作战体系，再配合上咱们这些年大力构建的对于西太平洋的近乎实时的这个海洋监测能力，可以说在西太平洋这边海域里面，但凡有敢挑衅中国人民的外来势力，那都不会有好果子吃。那么说到这个兵棋推演其实是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咱们知道在对岸台湾省的每年搞的这个汉光演习里面也有兵棋推演。那么在美国包括参众两院各种大大小小的委员会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特别是商业利益搞一些兵棋推演。那么通过这些兵棋推演实际上都是要达成他们某一些特定的目的。比如说台湾当局呢就想要推进某种概念、某些概念，或者购买某些武器，而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呢也是为了特定的利益集团去推销某种武器才搞兵棋推演。那么兵棋推演都能搞，咱们又干嘛不能搞这种手段呢？因此呢，咱们的兵棋推演实际上更多的是聚焦在如何利用手中的武器来消灭这个干涉的外部势力。那么这一次呢，这一个高超声速武器的兵棋推演特别是对航母战斗群的兵棋推演，那就是咱们国内的某所著名的国防技术背景的高校做出的这个推演。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推演里面咱们并不是像这个其他的国家做这个推演的时候做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假设，而咱们实际上是做了更不利于自己的假设也就是我们只使用高超声速武器来进行作战。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作战是成体系的不可能仅仅使用高超声速武器来进行反航母作战，还会配合远的，包括了这个远程的弹道导弹，近的甚至于包括远火等等这一些综合的火力打击体系来构建咱们的反航母网络。也就是说，在咱们简化的对自己来说更不利的环境下，这24枚高超声速导弹都能够消灭掉一个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那可想如果真的是在实战中的话，咱们的打击效率会更高。说回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它的航母都是目前为止海军的核心装备。即便是类似于美国这么财大气粗拥有11艘超级核航母的国家，任何一艘航母被击沉都是它海军不可承受之重。因此咱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构建出了一种非对称效费比的打击力量，瞄准它海军力量中的那个阿喀琉斯之踵，把它打痛了、打残了，才能够阻止它进一步的干涉咱们自己的事情。可以说，咱们在高超声速武器上的投资不仅是投对了，而且现在正要继续的开花结果为我们的国防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